佢退休規劃到90歲，但係61歲嘅時候就患癌，生命剩翻唔夠1年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N 家 TV， 我係不了。2年幾前40歲才自早退，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、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。今集嘅主題係錢留到幾時用？應該及時行樂定係延遲滿足呢？不了今集將會分享4段近來睇過嘅 YouTube 同埋紀錄片，節錄分享唔同人退休之後用錢嘅諗法同埋做法，亦都會穿插我一啲嘅點評同埋感想。我哋而家開始啊！分享第一段係李文傑嘅退休生活，節錄自2023年鏗鏘集《職場銀髮族》，大約1分52秒。李文傑退休前喺一間跨國科技公司任職部門經理，由文員做到管理層，一做就做咗22年。當年佢收入唔錯，1993年公司重整架構，文傑喺俗稱肥雞餐嘅自願退休計劃之下，以55歲之齡提早退休。咁嗰個肥雞餐咧就話多唔多，話少唔少，拿住嗰啲錢咧，即係初梗係闊綽好多啦，就鬆動好多啦。咁啊，同太太去旅遊啦，一路食都食晒啦。咁啊，冇樓又冇咩嘅龐大嘅積蓄，都要等幾年啊，咁先至申請到公屋。咁啊，所以咧我就嗰啲有咩工嘅揾到幾多我就揾幾多咯。就算而家有人請我，我都會做噶。長者退休之後都要喺有開支冇收入嘅情況下生活，唔少人會選擇繼續工作，好似文傑咁，呢30年嚟做過翻譯、文員、餐廳侍應、保安等等。現時政府為65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嘅長者，每月提供特別津貼，以補助佢哋嘅生活開支。長者生活津貼我都有申請嘅，呢份就係我嘅糧啦，每個月咁啊由3000幾蚊而家到4000啦。而家已經係經濟困難噶啦，我即係淨係靠政府嗰份長者生活津貼，就冇乜其他嘅嘢做。咁啊有啲社工咧，咁佢話都請長者嘅，咁咪做下啲散工咯。咁啊做咗散工之後，做咗幾日多錢，咁又食餐好啲嘅咯。不了點評1，及時行樂派嘅諗法。呢一條片我睇到嘅關鍵詞係55歲退休、肥雞餐、旅遊、錢用晒、申請公屋、搵工做、長薪津、經濟困難。83歲嘅李文傑俾我嘅感覺係一位及時行樂派。大家睇完佢嘅經歷有啲咩感想呢？不了身邊有啲好熟嘅朋友都係及時行樂派，一有錢就會去旅行。有一位朋友1年去6次日本旅行，有一位就係歐洲嘅常客，而佢哋都係儲唔到錢嘅人。我曾經問過佢哋點解唔儲多啲錢呢？其中一位嘅答案係可能我聽日就死，點解唔去咗先啫？另一位就話搵錢要嚟用噶嘛，玩盡搏盡先至有動力繼續搵錢。咁係好定係唔好呢？以前不了一定覺得係唔好嘅，因為我唔係呢一類人，覺得佢哋餐搵餐食餐餐清。但係依家開始有啲改變，覺得只係價值觀唔同啫。當明白佢哋背後嘅諗法之後，我會明白，假如聽日就世界末日，佢哋一生嘅經歷一定會比我豐盛。但係最重要嘅問題係，末日幾時到，我幾時會死呢？冇人知道，就好似一場賭博。長期都好慳家嘅不了，依家更加希望向佢哋學習點樣及時行樂。不了點評2，原生家庭同埋後天經歷嘅影響。大家都知道，不了嘅原生家庭係好節儉嘅，係延遲滿足派。而我細個就有好多嘅經歷，不斷提醒自己要及時行樂。例如第66集講過其中一段，分享一個童年嘅小故事。不了記得幼稚園嘅時候有一次考到第2名，學校送咗一包金龜乜萬里望花生做獎品。當年比較窮，4、5歲收到一包花生有幾開心。我記得食咗幾粒之後就唔捨得再食，就叫不了媽收埋佢，打算之後慢慢食。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啲花生竟然發晒毛，最後仲掉咗。我記得當時就好似個天跌咗落嚟咁樣，喊得好慘。故事嘅教訓可以濃縮成為2句唐詩：花雖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不了喺原生家庭灌輸嘅價值觀同埋個人經驗嘅拉扯入面成長。記得我喺小學嘅時候已經有一啲哲學家嘅諗法，例如依家用晒啲錢都冇所謂，
因為到大個返1個月工就可以賺翻晒翻嚟。默書嘅時候好低分，會同自己講20年後會唔記得晒今日唔開心嘅嘢，今日發生嘅都係小事。所以不料由小學到中學，所有儲翻嚟嘅錢都用嚟抽龍珠卡、買漫畫、買遊戲，完全唔會儲錢。直到中6嘅時候，發生咗一件事改變咗一切。當年做學生會，上堂嘅時候成日跟唔到 Miss 阿 Sir 講嘅嘢，不料想買一部大約300蚊嘅錄音機錄老師嘅課堂，我問不了巴攞錢，問咗好多次，佢都唔肯俾。最後每一日嘅 lunch 響學校食即食麵，儲咗個幾月先至買到呢一部錄音機。不料終於明白，生活想要自主，就一定要儲錢，將來一定要變得有錢。第二段係節錄至2024年經緯線退休嘅內容，大約1分08秒。一個有為退休人士提供工作配對服務嘅社企平台，前幾年做咗個調查，以問卷形式訪問340位已經退休或者準備退休嘅會員。調查發現，50%人認為退休收入唔足夠，或者唔知道係咪足夠支付退休開支。70%嘅受訪者話，首選以工作增加定期退休收入。平台創辦人楊銘賢話，退休人士大部分都有一定嘅積蓄，不過佢哋盡量都唔想用老本，希望留返嚟作未來嘅醫療使費之用。積蓄入邊咧，我真係預咗一嚿咧，係for將來一啲大嘅病痛去醫嘅。有陣時未必佢自己病痛嘅，可能係佢屋企人啦，所以佢最想就係嗰個 reserve 咧，嗰個積蓄咧就唔好點動用佢啦。咁而家最好咧，每個月嘅日常開支咧，我就可以有翻啲part time 啊，或者其他方面嘅收入嚟到補貼下咁樣咯。不料點評3，錢留到幾時用？你今年幾多歲？退休之後嘅你擁有幾多錢？打算幾時用佢哋呢？呢個係好值得大家深思嘅問題，亦都係今集嘅主題。不料冇一個標準嘅答案俾大家，盡情及時行樂，最大化個人經驗。但係可能到老嘅時候，好似李文傑咁樣冇錢要揾嘢做，咁儲起晒啲錢，咁咩時候用呢？好似呢一條片入邊所講，等大病嘅時候用，定係知道自己就嚟死嘅時候先至用呢？我哋由另外一個角度睇睇另外一個真實嘅例子，係早幾日經濟日報嘅文章，標題係壓住長壽，佢退休規劃到90歲，但係61歲就患癌，剩低1年命。對未來嘅自己太好啦。內容係咁樣嘅，命運會同所有人開玩笑，即使係理財專家亦都唔例外。華爾街日報嘅理財專欄作家 Jonathan Clemens 多年嚟專精理財規劃，佢為自己嘅退休規劃亦都詳盡到90歲嘅財務。畢竟隨住醫療水平發展，人類已經普遍長壽。為咗完成儲蓄目標，多年嚟 Jonathan Clemens 一直過住簡樸嘅生活，但係喺佢61歲嘅時候卻確診癌症，生命或者剩低唔夠1年。退休規劃到90歲，但係可能只活到62歲。Clemens 原本預計通過3步規劃自己直到90歲嘅退休生活： 1. 盡最大可能儲蓄，盡早儲蓄； 2. 延遲領取社會安全保障，類似香港嘅強積金； 3. 認真考慮即時固定年金。直到依家， Clemens 依然唔後悔自己嘅退休規劃，但係佢認為自己或者一直對未來嘅自己太好啦。為咗將儲蓄最大化， Clemens 一直過住極其簡樸嘅生活。我喺一間費用遠低於我財務水平嘅屋住咗好多年。響之前嘅幾十年，我住喺新澤西郊區一間平平無奇嘅屋入面，淨係呢幾十年奠定咗我嘅財務基礎。20幾年嚟， Clemens 從來冇擔心過錢嘅問題。金錢能夠為我哋做嘅第一件事，就係給予我哋財務安全感。而能夠做到呢一點，就係唔使錢，將錢揸喺手入面。佢認為財務狀況好同埋財務狀況差嘅人之間，最大嘅差別就係在於儲蓄同埋抗風險嘅能力。不過當風險係癌症嘅時候，儲蓄亦都好似無濟於事。儲蓄意味住為未來嘅利益而放棄今日嘅支出。Clemens 喺博客入面咁寫：當然我冇辦法預料人生有咁嘅轉變，所以佢後悔投入喺退休計劃入面嘅錢係毫無意義嘅。即使係咁樣，一諗到我生命入面大部分嘅時間都投入對我冇咩好處嘅事業上面，都仲係發人深省嘅。有讀者向 Clemens 表示，自己已經75歲啦，佢非常確信一件事實：人響地球上面剩餘嘅時間，尤其係仲能夠同親朋好友玩樂嘅美好時光係有限嘅。Clemens 嘅經歷提醒所有人，
未來係不確定嘅，再多嘅規劃同埋儲蓄亦都冇辦法克服每一項嘅挑戰。經緯線影片入面話，好多人退休之後嘅積蓄係留翻嚟醫大病嘅。如果你都有咁嘅諗法嘅話， Clemens 嘅經歷會唔會俾到你一啲新嘅諗法？當風險係癌症嘅時候，儲蓄亦都好似無濟於事。我哋再嚟睇下下一段影片，第3段係節錄自2024年明州訪問前港姐鍾子麟嘅內容，大約1分35秒。而家退休都要自己去玩啦、玩樂啦，但係我有時間剩嘅咧，真係人到呢個階段咧，我明啦，就想幫下人嘅，即係做到啲咩啊能力可以嘅，就覺得應該嘅。我一路學一路走啊，我覺得我而家 so far so good 啊，因為我知道咧，你退休嘅生活咧，你有錢都唔係大晒㗎，你點樣填滿你嘅時間表好緊要㗎，你覺得你有生活感好緊要㗎，你覺得你生活緊，同埋你覺得開心好緊要㗎。我成日都觀察人哋做嘢嘅，有啲咧以為退休之後咧買幾廿萬音響啊、睇碟啊，以為過到生活咧，完全唔得㗎。因為人係要互動㗎，我覺得。點解會知道咧？好啦，你咁樣退休之後咧，咪個個有錢啦，有公務員你知食長糧㗎嘛。咁咧就坐喺度係咁樣自己足不出戶咁咧，以為好過癮咧。半年之後就有人結婚，有啲人娶新抱嫁女就出去飲啦。一坐低同台，你見到分別啦，個樣又巢啲。講嘢慢啲，因為平時佢冇講嘢，思想慢咗好多。嗱，再過多2年呢啲生活咧就腦退化噶啦，因為佢腦筋冇用過，因為佢見到我先知，喂，你講嘢冇咁快啊！我冇講嘢冇快到，係你慢咗嘅，好明顯。咁有啲人咧就好得意嘅，覺得退休之後咧就係再冇錢入啦，即係我再冇賺錢能力啦，所以我而家入呢嚿錢咧，我一個仙都唔用嘅，咁你死啦！咁我哋等住死先用啊！你而家60歲。70歲都唔用，80歲唔用，嗰啲錢嚟做咩啫？原來好多人，我覺得係好 stupid 嘅。咁咧就成日守財奴咁樣，咩都唔用嘅。你揾得幾多適當地？不料點評4，最好食嘅嘢食留喺最後先食。鍾子麟講得好啱，生活感好重要。不過仲係翻去今日嘅主題，好似佢咁講，你而家60歲、70歲唔用，80歲唔用，嗰啲錢用嚟做咩？你要問一問自己，嗰啲錢咩時候用？問下大家，你平時會食咗好食嘅嘢先，定係留翻最後先食呢？心理學家話，其實可能同性格有關。小丸子喺其中一集曾經講過，唔中意嘅嘢食，到響飽嘅時候先至食，就會覺得更加難食啦。將自己討厭嘅嘢食晒先，再食自己中意食嘅，就感覺會比原來仲好食好幾倍。小丸子食蛋糕都有呢一個哲學，成日將蛋糕上面最好味嘅士多啤梨留喺最後先食。不過有一次，佢都係等到最後，但係士多啤梨就唔小心跌咗落地下，最後咩都冇得食。翻返去經濟日報嘅文章《Die with Zero》嘅作者 Bill Perkins 曾經表示，人死咗之後，金錢毫無價值。咁樣講可能有啲極端，但係佢嘅核心理念認為，儲蓄意味住為咗未來嘅利益而放棄今日嘅支出，影響我哋享受當下嘅生活。Clemens 表示，理論上自己確診癌症之後已經唔再操心開支嘅問題。但係響支付幾百美元嘅機票改簽費用嘅時候，佢都仲係下意識地覺得煩惱。佢話，即使到依家，我嘅節儉精神依然揮之不去。我哋每個人響嚴格執行自己嘅財務規劃嘅時候，都應該俾自己留出一定嘅喘息空間，即使係好少一部分嘅獎勵金，至少俾自己少一啲煩惱，並且將計劃徹底執行落去。有讀者甚至向 Clemens 留言，我知道你必須擔心為你嘅承繼人準備足夠嘅遺產，但一旦你對資金有足夠嘅把握，點解唔多奢侈一下呢？再嚟第4段係節錄自2024年頻道健康媽訪問蔡瀾嘅內容，大約51秒。你點樣睇錢呢樣嘢？攞嚟用，攞錢唔用嘅話，同窮人冇咩分別。唔好使晒唔好。使去，萬一真係我用到嘅話，唔係幾好，一定係留翻啲錢。你賺100蚊，你用50蚊，OK 嘅，你永遠有信心。你賺100蚊，你用100蚊，你窮鬼嚟嘅，冇用。你賺100蚊，你用20蚊，呢個孤寒級。不料點評5，中間着墨，
估唔到大情大性嘅蔡瀾亦都唔會將錢用盡。我仲以為佢好似李白一樣咁瀟灑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。不料覺得自己都做唔到李白，仲係蔡瀾嘅諗法比較適合我。中間着墨，食一啖士多啤梨，再食一啖蛋糕，食一啖砂糖，再食一啖苦藥。不料點評6：延遲滿足定係及時行樂？忍住唔食眼前嘅棉花糖，長大之後會更有成就。呢個係嚟自心理學入面非常經典嘅棉花糖實驗嘅結論。呢個實驗係咁嘅：每一位小朋友獨自留喺間房入面，並且向佢哋面前放咗一粒棉花糖。離開之前話俾佢哋聽，只要能夠等15分鐘，等研究人員翻嚟之後先至食，就會俾多一粒棉花糖佢哋。但係如果佢哋喺研究人員翻嚟之前食咗粒棉花糖嘅話，咁就唔會得到另外一粒嘅棉花糖啦。結論話，只要你識得延遲滿足，唔急於當下嘅享樂，就代表你有更高嘅自制力，可以克制住自己嘅慾望，並且放棄眼前嘅誘惑，進而等待更有價值嘅長遠結果，以及獲得更大嘅享受。長大之後會更有成就。但係喺2018年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重複類似嘅實驗，發現小朋友有冇延遲滿足能力同自制力關係唔大，反而更加取決於孩童嘅家庭、社會同埋經濟嘅背景。其中家庭收入較高嘅孩童，因為經常有糖食，普遍就更願意等待第2粒嘅棉花糖啦。但係無論如何，不料認為延遲滿足的確能夠改善長遠生活。延遲滿足嘅人更加容易儲蓄，投資唔急於獲利，更有耐性，更加有利於複利增長。咁樣延遲滿足定係及時行樂更加好呢？不料嘅睇法係，喺退休之前未有足夠嘅金錢，想變得富有，需要延遲滿足，寄盼未來。退休之後有足夠嘅金錢，想幸福同埋心靈安穩平靜，需要及時行樂，盡量活在當下。特別係已經財務自由、提早退休嘅朋友，佢哋好多都係延遲滿足嘅高手，但係就不善於及時行樂。建議佢哋開始學習享受當初等待得翻嚟嘅更大嘅享受啦。不料點評7：點樣做到死前財產歸零 Die with Zero？ 死前財產歸零 Die with Zero 一書嘅作者話，如果你過世嘅時候留低100萬美元，即係錯失咗100萬美元嘅體驗；如果你走嘅時候剩低5萬美元，即係錯失咗5萬美元嘅體驗。你一生入面用咗好多嘅時間賺錢，但係響死之前就冇使晒呢啲嘅錢，變相係浪費咗呢啲賺錢嘅時候所消耗嘅時間，而且冇任何嘅方法可以挽回。不料完全明白呢一個道理，但係難在點樣去實行呢？我唔知道咩時候會死。關於健康照顧同埋擔心晚年冇錢用嘅問題，書入面提到長期看護險同埋年金保險等財務規劃工具，呢啲嘅工具都可以幫助我哋喺早期更加自由咁樣去使用儲蓄，享受生活，而唔係將所有嘅資金都保留到生命嘅尾聲。不料見到香港只有好少嘅保險公司提供長期看護險，即使有，亦都似乎唔夠用。政府年金可能係65歲之後嘅好方法，但係都唔適合我呢一種年紀嘅人。我暫時仲未諗到一套好科學嘅方法，更好地用錢，令到死前財產歸零。今集亦都冇一個所有人通用嘅方法或者結論俾到大家。如果要勉強俾一個結論，可能係多錢嘅人多用啲錢，少錢嘅人多儲啲錢，向享受同埋安全感之間取得平衡之下，對自己好一啲，向行有餘力嘅時候間中奢侈一下，對自己、家人或者其他人好一啲。好提議，不如今晚就食好一啲，獎勵一下自己又出咗一集節目。感謝你睇到最後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，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咁就可以幫到更多嘅人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，全部精彩。支持不了創作嘅善長人翁可以俾我一個超級感謝。今集就到呢度，記住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